星汉灿烂，月升沧海是由费志祥执导，吴磊、赵露思领衔主演，郭涛、曾黎特邀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，讲述程家女名少商因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，成为留守儿童。沈娘良心纵容，意图将其养成废人，后与冷面将军凌不疑在互相救赎中相爱的故事。1. 袁善见2次为爱发疯。程氏投敌，文帝为了给天下一个交代，将程氏一家全部收押。考虑少商已经和凌不疑定亲，决定放过他一人。但少商得知后马上回家，与家人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而在他的回家途中，袁善见第一次为少商发疯，不仅求了圣旨，还请赐押送程氏一家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少商啊！袁善见做事情是最有主见，每一次都是权衡利弊后才决定下手。程家多事之秋，换作是以前的他避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迎头赶上？这份偏爱到骨子里的爱意终于被看见了。以前有凌不疑在，他的光芒被遮掩，只能靠着自己的毒舌来引起少商的注意。他从未想到，在这副毒舌的面孔之下，他袁善见的爱一点也不比凌不疑少。少商又何曾想过，被父母嫌弃粗鄙不堪的他，居然得到都城3大男神的喜欢。楼瑶为他曾经离家出走，凌不疑为他打上御史台，而袁善见甚至怕少商嫁人自己会难过，麻痹自己娶了蔡氏的女儿。他好傻，娶一个不爱的人，就为了和少商赌气，体验一下结婚的喜悦。可哪里是体验，连婚期都是定在同一天，这明明是放不下，却逼着自己去放下。袁善见的疯一点也不比凌不疑少。2. 偷来的爱情。少商这一生也是大起大落，3次定亲，3次都撑不过打婚。预告凌不疑在灵异50大寿的时候亮明身份，以货无伤的身份为霍家孤城100条人民报仇。这仇报完后，他和少商真的再无可能。新婚前夜丢下未婚妻独自复仇，他是没有连累少商，却因为这事儿被罚去流放，两人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文帝也心疼霍无伤，可为了给天下一个交代，只能将他送走。原著中，少商还因为这件事大病了一场。在霍无伤流放的5年里，袁善见与蔡家退婚后做了3件事，少商才终于心动，答应嫁给他。袁善见这一生只有凌不疑被流放的那5年才是过得最开心的，而这5年何尝不是他从凌不疑身边偷来的，迟早都要还回去。3. 悔婚被蔡家毒打。袁善见那么狡猾，从来没见他在什么事情面前吃过亏，更没有人可以在他的身上讨掉半点便宜。可为了名正言顺地和少商在一起，他退了与蔡家的婚。被男方退婚于女方而言，简直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这也难怪蔡伯父会把袁善见打一顿，而为了这一顿打，袁善见也是认了。当初订婚本就是为了和少商赌气。可霍无伤被流放，与少商的婚事就不作数了。义子曼满盘皆落索，他曾经就是因为晚了一步，险些错过了少商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他都要牢牢抓住这份幸福，陪他走出上一段感情的伤痛，护他一世安好喜乐。4. 平复所有的流言蜚语。还记得袁善见当初说过，袁氏心腹一定是宗亲的表率，贤良淑德，温柔乖顺，这好像和他迎娶的心腹完全不沾边。少商名声在都城里早已破碎不堪，大家都不会想到袁善见居然会娶她。可大家没想的事情还很多，袁善见不仅要娶她，还帮她处理好了所有的流言蜚语。原著里，蔡家因为退婚一事和袁家结下了梁子，但光是被打还不足以平复蔡家的仇恨。他要娶的人是少商，既然决定了，就不会让蔡家因为上一段的婚事打扰程家。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平复与蔡家的关系，为的就是让少商安安心心地嫁给自己。袁善见把所有的算计和心机都用在了自己身上，他什么也不求，什么也不愿，只盼少商可以好好的。5. 呵护备至的关心。霍无伤流放的那5年里，少商病了，想来也是在一起的时候太过于美好了。约定终身的白头到老，最终还是被复仇拦下了往日的甜蜜，剩下的只有满目疮痍的悔恨。少商早就暗示过他，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面对，只是那份仇恨积压在心里15年，没有办法，他只能这样做，也必须这样做。那5年是袁善见最痛心也是最幸福的。他与蔡家退婚后，每日跑到城府照顾少商，故意找他吵嘴。
这才把命悬一线的倔强小女娘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她的陪伴让少商慢慢的好了起来，也因为她的存在，第一次感觉活着也不是那么糟糕。其实少商一直把袁善见当成朋友，之所以会答应求亲，是因为皇后病重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找个人结婚，圆了皇后的心愿。袁善见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场无心的利用，可却是他心甘情愿的。在凌不疑流放的那5年，是袁善见做的最幸福的一场梦。尽管他知道少商心里的人不是他，那又怎样？他不在乎，只要能和少商在一起，他愿意不管不顾的去疯一次。这份爱卑微到了骨子里，如果没有凌不疑，其实袁善见也不错。可惜见过了最好的人，其他人再好也只能是将就了。